历史不仅仅是受害者的历史，而是全部人的历史。今天给大家解说的是日本09年拍摄的历史剧《板上之云》。该片的服装道具、战争场面都进行了相应的年代考证，细节方面十分出色，同时还得到了中国广电总局的协助拍摄。由于这部剧经费烧得比较厉害，导致拍摄几度中断。13集的电视剧最后一共用了3年多的时间才拍摄完成，其中有2集浓墨重彩地讲了甲午战争。这段屈辱的历史，从日本的角度来看，却是他们奋斗史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故事讲述了19世纪中期的日本只是一个贫穷衰弱的弹丸小国，还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。交通方面基本靠走，通讯基本靠吼，取暖基本靠斗，耕地基本靠牛。而此时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，纺织业几乎实现了全机械化。交通方面有了火车、蒸汽船，通讯方面有了电报，还制造出了蒸汽驱动的军舰，其配备的数十门巨炮可以瞬间将当时的日本海港夷为平地。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，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，从经济、工业、军事到国家制度，都完全按照西方的先进国家来进行改革，甚至连教科书都是用英文写的。像在此前的几百年里，日本只有少数贵族才念得起书，所以导致人才非常稀少。但是在明治维新后，无论你是何种出身和地位，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工人老师或者高官将领，而且上学几乎是免费的，去从军还有工资可以拿，这使得当时的日本是人才辈出。军事方面，日本派了很多尖子生到西方留学，还花高薪聘请了英法美的军事顾问来建设日本的海陆空三军。当时上到天皇下到国民都竭尽全力的去把日本建造成一个近代国家。西方嘲笑日本人就是动物园里的猴子，喜欢模仿，但这个喜欢东施效颦的国家却忍气吞声，卧薪尝胆，一步步的在慢慢崛起。与此同时，隔海相望的中国也在进行洋务运动，但封建腐败的清廷只是把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到国内，并未触及到制度和本质上的改革。所以日本发动明治维新是真正的想近代化，而清廷只是为漏洞百出的封建体制打了个补丁。在洋务运动时期，清廷花巨资从欧洲购买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，军事实力方面远超日本，其打造的北洋舰队更是号称亚洲第一。其中镇远和定远是当时远东吨位最大、火力最强的2艘军舰。海军提督丁汝昌还以联谊会的名义，把舰队开到日本的各个港口巡视演习，进行震慑。看着威武庞大的军舰，日本兵将是各种羡慕嫉妒恨。而舰长东乡平八郎在和丁汝昌会面期间，发现北洋舰队高大上的背后是各种脏乱差，船舱内的清朝海军毫无纪律和秩序可言，有聚在一起赌博下象棋的，又在过道里吃面条、大炮上晒衣服的。这一幕幕让东乡平八郎意识到，清朝海军根本不能把武器的威力全部发挥出来，因为军舰再怎么坚固，大炮再怎么巨大，如果没有对应的人操作，那便是一堆废铁。所以北洋舰队不过是一把钝刀，远远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可怕。此后，日本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，加速打造了一支装备强大的海陆空军。为此，日本大举国家公债，并拿出财政收入的60%来发展军事力量。当时日本全体国民是省吃俭用，就连天皇的母亲都捐出所有的首饰用来买军舰。到了1892年，日本已经拥有了32艘最先进的军舰，这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清朝，并且火力更猛，射速和航速更快。而人口和土地都是日本几十倍的清朝，却以财政紧张为由，从4年前就再也没有购买过军舰，甚至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军费。而在此期间，慈禧太后盖颐和园却花了800万两白银，光绪皇帝结婚花了540万两白银。要知道定远这样的旗舰型军舰一艘也才68万两白银。而日本之所以拼着老命的发展和改革，就是因为他们看清了当时属于帝国主义称霸的时代。贫弱的国家如果要摆脱殖民和灭亡的命运，就只能自强，并且向外侵略扩张。反正你不吃别人，就要被别人吃掉。所以中日战争可以说是一触即发，区别只是在谁打响第一枪。1894年，朝鲜半岛爆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，无力应对的王室只能请求宗主国清朝派兵前来镇压。而朝鲜半岛对于日本来说，是向亚洲侵略扩张的第一块跳板基地，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。
于是日本以保护本国侨民的名义，先后派了7000人在仁川登陆。当日军到达首都汉城时，叛乱已经平息，可他们却赖着不走，硬要无事生非，挑起战争。当时日本内阁对此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争执。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保守派认为，清朝虽然腐败不堪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以现在的日本很难有获胜的希望。一旦和清朝开战，俄国很可能会趁虚而入，到时候日本将万劫不复，成为人家的关进湖泊。但以陆军参谋长和外务大臣为首的主战派认为，这几十年来日本军事实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，完全可以和清朝刚一把。随后日本便把联合舰队开到了朝鲜半岛的西岸。7月25号，日本再次发挥出老流氓老强盗的本色，在没有任何宣战的情况下，直接击沉了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。这次甲午战争终于爆发。随着清日双方正式断交宣战，日本派陆军在辽东半岛登陆，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旅顺。因为早在10多年前，清廷就花巨资在这里修建了亚洲首屈一指，也是唯一的近代化军事要塞。法国提督孤拔说过，哪怕用50多艘大型军舰和10万陆军，也要用半年的时间才能攻下旅顺。可万万想不到的是，日军还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，旅顺的清军最高指挥官竟然不战而逃。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日本的高级将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生怕是清军的诱敌深入之计。经过反复探查后，日军开始发起全面进攻，最后仅仅用了1天的时间就攻陷了固若金汤的旅顺。用日本军官的话来说，就是赢得莫名其妙。因为清军向来没有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军事训练，平日里行军打仗完全靠将领拍脑袋，或者是长辈同僚的言传身教，所以没有了最高指挥官的清军就如同无头苍蝇一样，只能到处乱窜，望风而逃，以致这场战争就好像是清军故意要输掉的一样。1895年1月，日本联合舰队包围了清朝的北洋舰队，并开始对山东威海卫炮台进行轰炸。40天后，北洋舰队全军覆没，海军提督丁汝昌服毒自杀。最终，甲午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落下了帷幕。在这场战争中，日军虽然一共死了8000多个士兵，但有2/3都是因为水土不服病亡，而清军一共在战场上阵亡了3万多人。所以日本军官认为清军都是一盘散沙，没有什么纪律，加上朝廷又腐败，所以即使是丁汝昌这样的名将，也是无法打赢这场仗的。甲午战争可以说彻底摧毁了清王朝的军事力量，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因此一落千丈，成为了列强宰割的对象。而日本却通过甲午战争和后来的日俄战争占领了辽东半岛，并向清朝索要了高达2.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。一夜暴富的日本自此迅速崛起，成为了世界工业强国，这为后来的侵华战争奠定了重要的基础。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有很多，比如说国运、历史发展、战略错误等很多因素，但我很认同剧中反复说到的一点，就是人心。日本是上下齐心，全民饿着肚子买军舰，就连小孩玩的游戏都叫打定远。可清王朝是腐败不堪，内忧外患。东乡平八郎之所以敢下令击沉高升号，挑起甲午战争，就是因为早就看出来清军是一盘散沙。就连一个卖酒的老人都对日本军官说：“我恨军人，住在旅馆那些逞威风的清军和你们是一样的，都是强盗和杀人犯。”由此可见，当时的老百姓对清政府有多失望，人心有多涣散，根本没有过国民对国家应有的认同感，所以就不可能像日本的国民那样去爱国和卫国。著名的思想家陈独秀就说过，曾经我在家里读书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，到了甲午年才听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给打败了，后来又听说什么英国、法国的8国联军把中国给打败了。此时我才知道世界上的人是分作一国一国的，我们中国是其中的一个，我也是中国的其中一人，才知道了人人都应当有敬于国家的大义。所以梁启超觉得中国人不是不爱国，而是不知道什么是国，连国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概念，又怎么去爱？而且清王朝还这么的腐败，用老舍的话来说，就是我爱国，可谁爱我？所以当时中国根本无法像日本那样做到上下齐心。而这部电视剧是日本的奋斗史和崛起史，也是中国近代史的镜子。对我们来说，要以史为鉴，自强不息，才不会挨打。就像剧中说的，登高坡顶自有青天，既然有朵白云在闪耀，那就望云爬坡吧。
最后需要强调的是，该剧对战争赔款、侵略性质、旅顺大屠杀等重要的历史事件，要么是进行了模棱两可的处理，要么是进行了粉饰，或者是一带而过。这可见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，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迹象。所以我辈要牢记国耻，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，又要记住落后叫挨打，只有富足自强才是硬道理。